预言家说呢，2022年呢，极端天气只会比往年更多，地球呢可能会进入一个小的冰河期，随后呢，一种巨大的蝗虫可能会在美国出现。从古至今呢，许多的预言家当中都提到了，当今人类正处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更替的过程中呢，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个乱字。那为什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寓言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做了一期赊刀人的预言，其中一个预言就说8月会下雪。当时呢，很多人呢都抱着一个怀疑的心态来看这个预言。毕竟8月在我国一般都是夏季正热的时候嘛，如果能够刮风下雨就已经很不错了，怎么会下雪呢？可是凡事呢都有例外，8月我国还真的下了雪。今年的8月20号在新疆的阿勒泰的地区有很多的山区就出现了今年的第一场降雪。虽然说山区的温度一般都比较低但是当地的几个山区海拔都不高，一般来说也不会这么早下雪的嘛。但是新疆的网友却说他在新疆的科克托海就见证了这一场雪。今年的雪呢比去年来得早，而且这场雪一下就是34个小时，而去年呢是9月28号才出现了第一次降雪。要知道新疆阿勒泰地区大雪纷飞的时候其他的一些地方正在经历着历史上的超高温的考验。比如说四川的重庆最高气温当时就达到了45度，刷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当日最高纪录。而湖北、陕西、浙江、江苏等地都开启了高温模式，上海也遇到了100年来最高气温。那么这个反差确实有一些大。对于这一次新疆反常下雪的事情呢，有专业人士解释到，这是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南下而导致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呢，赊刀人的预言算是应验了，而这也让大家不由得想知道赊刀人的另一个预言会怎么样呢？在另一个赊刀人留下的谶语说呢，8月雪10月崩，坏人亡绝灭，好人含冤得雪，他就来收钱。那么赊刀人说，今年的腊月10余元，明年收10元，过了明年我就不要钱了。也就是说，如果上面的谶语在今年年底实现了，一把刀就给10几元，到了2023年实现的话就给10元，如果过了2023年还没实现的话呢，那就不要钱了。当时有很多人猜测呢，10月指的到底是什么大事件呢？有网友说10月可能是指的是俄乌冲突会有大事，也有人说这指的应该是欧盟。当然了，这些都是大家各种的猜测嘛。那么在英国就有一位著名的预言家叫汉密尔顿·帕克，他也对这个时间段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在9月呢，帕克就在自己的频道上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你看过他的预言呢，他就说你会记得我曾经说过很多次，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亚洲的转变将会很快发生，大约在2023年初2022年底。他说我感觉他真的离我们很近了。那么帕克是谁呢？他的预言到底准不准呢？帕克出生在英国的一个港口城市南安普顿市。今年68岁的帕克呢，在英国挺有名气的。真正让他进入全球大众视野的是，他早在2017年前就提前预警了一件事，就是19年的大流行病将会席卷全球。当病毒冲击整个世界的时候，帕克还有印度神童阿南德他们就成为了当代的预言家。大家都知道阿南德的预测方法是通过印度的占星术嘛，这个方法在印度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可以推测出他们国家未来的运势走向或是个人的运气。而帕克呢和他就不一样，帕克说他从小就与众不同，第六感非常的准。长大之后呢，他就获得了一种通灵能力，就是在意象中可以看到未来的画面。那么这个就好像是看电影一样可以看到很多细节。而他呢，就是通过这些画面再结合自己的占星术来对某些事情来进行预言的。帕克之所以有许多的追随者呢，就是因为他连续多年呢，在每一年的年初或年末呢，都会发表他对于新一年发生的大事件的预测。而有一些预言真的就是准得让人惊讶。帕克是在英国千禧年之后才出名的，他提前好几年就预言了英国会在2016年退出欧盟。他还说脱欧之后的英国经济会蓬勃发展，而欧元则会走向疲软。当这一切都如他所料的发生了之后呢，英国人就开始渐渐地注意到了这位通灵师了。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当时就有大量的媒体说，根据民调来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呢将会绝对的优势轻松赢得大选。而在那个时候，似乎只有帕克一个人就站出来说，赢得大选的一定是川普。之后他还有对澳大利亚做出了预言，他说在2019年澳大利亚会发生一场超大的自然灾害，并且会持续的时间至少是1个月，甚至会影响到全球。结果在2019年的9月呢，澳大利亚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山火呢整整烧了几个月的时间烧毁了600万公顷的林地，无数的动物因此葬身火海，对于整个地球的生态链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他甚至说曾经在幻象当中就看到了澳洲的海啸和地震，但是整个具体的时间和规模他还不确定，因为他声称他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细节。帕克的另一个令人惊讶的预言呢，就是俄乌冲突他当时就预言了俄乌危机会在第2年走向冲突。
令人遗憾的是预言成真了。而帕克在2月又做了一次预言，他预测了这场冲突的过程和走向，什么时候会结束，以哪种方式结束。帕克说，大概是18个月之后俄乌冲突会结束。但是帕克断言，这场大战也不会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演变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更不会动用核武。俗话说，打仗就是打钱嘛，一定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而帕克在2021年底呢，就曾经对2022年的世界经济走势做出过预测。他当时说，美国经济会下滑，澳洲和亚洲的贸易会进一步减少，世界会面临全球性的粮食短缺。关于全球的经济形势呢，帕克的判断是通货膨胀会超过战争，会成为全球经济的噩梦，但是还不至于导致崩溃。说到全球经济呢，今年的经济走势由于受到美联储的加息、俄乌危机等等一系列的不利因素的影响呢，全球主要的股市已经蒙受了重创，投资市场和原油市场依旧不稳定。对于2022年呢，帕克说了以下6大预言。帕克说，在2022年年初预言说英国将会发生一件大事，结果这件事在前不久就刚刚应验了，那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去世了。帕克在年初的时候就说，他认为英国女王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虽然英国王室并没有对外宣称但是帕克说他通过通灵知道了这件事。他当时表示说，在2022年年底呢，英国将不再有女王，并且之后的王室内部将会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宫廷斗争，而查尔斯王子会被加冕成为国王。帕克还说，哈里和梅根最终也会离婚，英国还会有一个高阶级的人物会被爆出丑闻。结果在9月8号呢，英国女王毫无预警的就传出了病危住院，并且最终不治去世的消息，享年96岁。而查尔斯王子也顺理成章的加冕成为了国王。然而，英国王室随后会发生什么呢？女王的孙子辈们会不会展开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呢？因为2022年还没有走完让我们拭目以待。关于世界局势呢，帕克认为2022年美国将会发生很多的变化。他认为可能不到2022年底呢，拜登的任期就会结束。即便是他撑过了2022年，也不能干满4年的任期。虽然外界觉得拜登是由于健康的原因，确实可能存在一些提前离职的可能性，但帕克说，拜登其实是被民主党抛弃。2022年美国的中期选举对于民主党来说是一场灾难，而且他说共和党在今年会有一位黑人的女政治新星出现，她很强势，或许会在2024年挑战总统大选，还会和川普以及佛州州长结成超强联盟。帕克还说，欧盟可能会崩溃，丹麦呢会是下一个脱欧的国家，波兰和匈牙利也开始脱欧。而在帕克看来呢，2024年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那一年会发生一件大事，而且东西方将会达到相互制衡的一个平衡点。关于经济的问题呢，帕克表示，能源短缺会越来越突出，能源的中断现象也会越来越多，甚至就连纽约或者是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都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断电的情况。此外，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会在2023年延续，美国会在年底时经济会下降，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和亚洲的局势是有关的。如果擦枪走火呢，美国势必牵扯其中，贸易也会受到影响。他说，全球经济和社会动荡将会持续到2025年，这会造成物价上涨、货币膨胀、失业率增长等一系列问题。他还说了，脸书的 Meta 宇宙最终会失败的，而谷歌和亚马逊都会面临着重大危机。第4点，关于疫情呢，他说病毒不会太快结束，甚至是一直会与人类共存。这个情况目前来看确实如此，全球世界呢在与病毒共存，各个国家都在逐步的解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慢慢被看作是一个大号的流感。第5呢，关于极端气候帕克认为2022年的极端天气呢是只会比往年更多，一种巨大的蝗虫可能会出现在美国，森林野火和水灾呢将会成为一种常态。他甚至预言说，地球可能会进入一个小的冰河期。今年的夏天，欧洲和亚洲的部分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高温袭击，而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夏天很热，冬天就会很冷，寒潮将会影响全球。今年会不会超级冷呢？大家马上就知道了。最后一点，帕克说目前全球经济还处于一个爬坡的阶段，但他表示强劲背后的推手就是通货膨胀。许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在过去的1年半时间里都印了大量的钞票，所以就造成了虚假的繁荣，也造成了经济泡沫的膨胀。是泡泡呢，总会破的嘛。所以帕克说，他观察到了罗喉和季都发生了位置移动，季都呢从天蝎座移向了天秤座，而罗喉呢正在从金牛座移到白羊座。那么这2个变化将会带来一个强大的形象组合，这就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会有波动。那什么是罗喉和季都呢？帕克说，就是月亮围绕着地球转动的轨道和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轨道。那么这2个轨道呢有2个交叉点嘛，被交叉点就叫做罗喉，那么交叉点就叫做季都。帕克还说，2022年是动荡的一年，
除了当下的俄乌危机呢，以及最让人担心的金融动荡，还预测全球很多地方会发生转变。因为从古至今，许多的预言当中都提到了，当今的人类正处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那么更替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会很乱嘛。最后呢，帕克的预言是不是100%准确呢？帕克自己说他的预言并不是长期有效的，因为世间万物都是瞬息万变的，未来的事情也可能会在更高层的意识之下而改变，而他也会随时的发表，做出一些补充和更新内容。其实这句话呢也并不难理解，就连我们现在呢想要预言3天后的天气呢都不一定准确嘛，需要随时的调整。那么预言家预言未来1年或者是更久远的大事件呢，就肯定会有一些偏差。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其实预言所讲的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而已嘛。而帕克呢，其实也就是说出了他自己的想法而已。因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嘛，当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更虔诚、更谦逊的心态来生活，坚守善良与灵性的本质，迎接更替后的新时代的来临。那么好了，帕克预言的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了，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1集哦。如果没有看到宇哥更新视频的话，别忘了点击宇哥的头像进去翻找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